各位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我们微尘有声书系列哦。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用这个有声书系列来跟各位聊了哈。那因为最近呢，2025年呢，现在已经进入11月了。这个8月来，这个网络上呢就出现了哈，所以有一个星际舰队的进来哈，就3I Atlas 舰队的进来。那这个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其实西方的很多科学家还在争论不休哈，认为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彗星或干嘛。但最近呢，大概逐渐也打破了哈，打破他们的这些错误的认识哈。事实上，这个3I Atlas 的舰队，它非常清楚地球人类的科技能力呢，所以呢也怕惊吓这个地球人类呢，所以呢它就远远从遥远的地方慢慢进来哈。事实上，它其实是有瞬间移动的能力哈。这个是比较高维的哈，不是3维的地球人类这个等级的，他们的维度比较高一点，所以他们的科技能力是比较强的，非常强的哈。但为了怕惊吓大家，所以慢慢的现身，让大家有心理准备，慢慢现身。他在火星的时候就展现出他非常不可思议的这个所谓的彗星还会所谓的急刹车这个每小时60公里这个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应该是这个非常令人难以想象的很多的数据显示它违反所谓的一般人类科学在描述彗星的所有现象，他也直接也是要告诉地球人类你不要用彗星来看待你们心里要赶快做了准备事实上，当3I Atlas 舰队出来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也逐渐的看到了创造组的宏伟计划。今天要来谈的就是创造组的宏伟计划。那我们在很早以前，我们就有一份信息这个开天幕的修炼人来看到了迎击台湾上空的一些众神部队还有在台湾的某个地方的一个掌印殿这样的一个出现在一个叫这叫什么冥界对不起，冥界神话中。当然，这个冥界神话已经在网络上不见了它秀出来就是在完成一个任务那我们围城呢看到的时候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那创造的宏伟计划跟3I Atlas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是宇宙的众神现在所有宇宙的众神他们呢布众这些众生，宇宙的众生，龙也是宇宙众生这些神这个道也都是那苹果树树也有树王这个狮子也有狮子王那3I Atlas舰队的指挥官其实就是狮子真正的狮子这个是人类慢慢要知道，很多生命它都是活的，只是因为人类的一般受教育的层级很低比较低能所以是无法知道宇宙间的一些真相，除非你要做一个修炼人，你就知道做宇宙间很多事情，包含你家里附近的旁边的这个小花都会跟你讲话你的车子还会跟你讲话只是因为你因缘机缘没有那个因缘去知道这些事或是去跟他们对话
也不让你这样受到这个太多的干扰哈，就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人这样就可以。除非你要修炼，你要修炼的话，神安排的路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谈到创世主宏伟计划，就是现在目前在台湾上空迎击的所有众神的部队。各位可以看我们的视频这个民间神话的视频，或者迎击台湾上空的众神这个是台湾。其实未来当是全球人类的中心、世界中心那全世界慢慢的认识到台湾的重要，这个是这个创世主宏伟计划的一部分那Sarah的舰队是奉命进来的他其实在同化创世主的宇宙根本大化，就是来帮助创世主接下来在人间正法中的布局那我们知道现在进入九子离火印的第2年这个择火革卦，今年的变化非常大。2025年现在还没结束，现在11月，整个的非常大的变化就是Sarah的舰队的进来。这个不是只有一艘里面就是各个外星种族的生命都在里面还有他们的维度也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它的战舰其实是它可以显现让地球人类看到，它也可以完全隐形起来那所以人类不管用多少的感测器去测，其实是他们故意让大家呢能够知道到底Sarah舰队到底是多么厉害那最近他经过这个火星的时候，其实表演出来的动作就速度非常快这个几十万公里的速度突然刹车然后再打出几个那个侦测器、探测器直接下到这个所有的火星上其实他还改变了火星的，其实我觉得他是企图要把这个火星的大气层恢复起来，要救整个火星，因为火星人现在都住在地底下，所以这个所有的美国 NASA 那些什么那个所有的火星上的那个什么气他在那边探测在那边跑来跑去其实小孩子来玩游戏你还看了全部技术，可以讲都是假的啦。所谓的假的，就是故意照到那些好像很荒漠的样子，其实火星人是不让你看到而已反正你们爱玩，你们地球人爱玩就玩整个月球上也全部都是很多的外星人的基地大穹顶的基地也在陨石坑，整个陨石坑造起来然后他们就往下它其实这个月球的壳金属壳有20公里，然后经过这些尘埃1亿多年来的尘埃，大概有5公里后，它可以往下挖1公里都没问题那个德国导演那个拍了一部片在前几年拍的一部片月球陨落，其实他是很有胆量的，而且是他也拍了非常多非常壮观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电影这个是很了不起的真的非常了不起的导演，他既然敢拍月球是20公里金属壳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小太阳他把它当作是那个这个什么那个矮行星这个其实月球是我们1亿多年前人类建造的，那现在Sarah舰队进来的时候，其实他跟地内人来合作地内人来负责控制月球的地内人跟月球中间它是有个连线的人类是不知道的那整个月球里面也有一个小太阳，地心里面的地内世界也有小太阳
好，然后这个地球的南北极，好，地球表面的海洋其实透过南北极是流到什么？主要的通道是流到地心及南北极哈，所以两边是通的。里面的世界里面呢也是一样，有高山大海哈，那个比较温顺的恐龙时代啊，那温顺的恐龙啊，都是被留下来哈。所以那个美国海军少将拜尔德呢，他不小心呢，被拉进去参观他们地内世界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哈。整个月球的秘密的这个书呢，我们出了一本叫做人类史前星战之异色9日，后羿射日其实是月球启动啊。为什么要启动月球？这个因为外星舰队入侵，4000多年前外星舰队10艘外星舰队入侵围攻南北极，所以地心人类紧急呼吁这个整个月球启动起来，干掉了9艘外星舰队干掉了9艘外星人的舰队。那些外星人长得什么样子？就是 ID4 那个三角头穿个壳的那个外星人秋很多的触角的那个外星人，但是他们是很高大的这个不是我们把它演出来很小其实就像变形金刚一样，那个非常高大的外星人。那打掉了9艘，1艘逃掉9艘被打掉了就是留下了后羿射日后羿打掉9个太阳，剩下1个太阳。山海经里面讲的是因为人类处于比较原始状态，或是像尧舜禹汤这种远古时代，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星际舰队，所以留下来只能够留给我们现在。那现在人大致可以推算了一点点其实整个山海经你那个说什么里面的地图干嘛，人类的科学之所以低能，是因为他不知道人的真正的能力。人类的6大神通它有一个遥视功能，它可以从我们在台湾这里就直接看到美国，看得到都听天眼跟天耳是通的。所以马祖的它有千里眼、顺耳，其实是马祖它本身修出来神通它看得到，耳朵就听得到。那当然他神通能力，当然神的神通能力超过大家想象，闻声救苦这个是 OK 了，相当一言之下，这个都是好事情但是人类你想要知道这些东西宇宙的秘密，你就要修炼要得正法来修炼，你就会知道，连自己的来历都会知道。那创日组的宏伟计划里面呢，这次呢，SAR-H 的舰队呢，去奉创日组的命令呢进来，然后从比较遥远的地方慢慢进来，不要惊吓人类，然后慢慢展现出它的真正的威力它的科技当然比人类高到不可思议了。你说太阳，其实太阳表面温度27度，它过去呢大概是先也是在让一些任务性的表演让人类最近它在太阳的旁边就会这个让大家看一看怎么发生了什么事你一看看那些科学家的惊讶就知道了。太阳的温度是常温状态当然它里面还有它的世界呢，这个另外再说了那这次创造宏伟计划在历史上，为了破除人类现在被外星人发动了工业革命，一直洗脑跟控制，整个压制到现在为止目前留下来，因为月球上的外星基地都被处理掉了，护卫外星人的基地都被处理掉了，所以大家才争相恐后要去登陆月球。是很可怜人类到今天还不知道月球是一艘行星型战舰行星型伪装成行星的一个战舰那个是威力非常大了不可思议对不起。它现在到目前为止，它的里面的运转的机制还在，
那个能源系统还在哈。那你看过那个日本的宫崎骏的《天空之城》，他就在讲月球，所以里面的有机器人哈，这个 AI 机器人哈，这个我们就讲说 AI 啦，智慧型的机器人继续还能运作啊，但是他们的人呢，后来全部都这样移到哪里？因为人太多了，曾经离开太阳系到星际间已有非常漫长的日子里面，好，然后再回来。回来的时候，这个神就不让他在地球的表面生活，就他们在地心里面去。早就在造地球的时候安排了地心空间，那所以他们就整个到地心部队、地心里面去，所以他们也有星际舰队哈，月球的星际舰队回到就带着人呢到地心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围城有一个地月星际舰队联合司令部就在讲这件事情哈。其实目前掌印店呢负责其实这样负责所有现在太阳系的所有外星舰队，那个银河联邦这边的全部呢都要听从这个宇宙的源头的指令也就是掌印店这边那掌印店的另一个比较现代化的星际舰队，他们听得懂了，地月星际舰队联合司令部这样的指挥系统在协调这些整个太阳系的外星舰队。那这次3H 啦进来就是要破除人类的壳人类被迷惑太久了，外星人比较邪恶的黑暗势力阴谋集团这黑暗势力，这一次来就是要最后清理剩下在地球上的邪恶。好，这个包含很多复制人那复制了非常多的人类在地球上，很多人已经不是人类了，但是他却控制了人类所有的政治、经济、金融，还有很多东西干了非常多的坏事。所以正反同时的里面呢，现在在清理，做最后的清理。2025年最后希望全部清理完的时候，创日组的全球红华计划。全球的红华布局唤醒人类的终极答案的这一部分呢，就可以顺利的去进行否则现在目前这个负面的外星人留下来的这个整个烂摊子他帮人类把人类搞得已经乱成不可思议的状态了。这个其实创世主承担了几次呢宇宙的神命令中呢要毁掉这个已经不成人的这个木火末节的地球人类世界要毁掉。这个但是都被创世主给挡下来。其实创世主挡下来不只是挡下来，他必须承担那因为各位还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你到底是谁。宇宙间过去没有人类没有人类，是创世主为了这样，为了这次宇宙的正法，更新宇宙不要再沉住外面，所以才造了什么？造了三界，造了地球，还令众神以他们的形象造人皮，造这个人但这个人呢，其实还不是你看到的这么表面而已，它其实层层空间都有。它是配合，为了让各位能修回去，宇宙层次多高，那个层次层，现在目前外星人不管他是第几维第7维高维度的第几维，大家都在谈现在扬升计划。事实上，绝大部分的人类都不是外来的生命、外星人之类的这种生命其实都是宇宙间的高层生命是创主带下来了。我们有一本书《后启示录时代万王之王》就讲到这件事情。创主慈悲一定层层下头，带着千我灵王万主大界。今天创主的宏伟计划之所以叫3H舰队进来，就是以攻壳机动队的方式去讲破壳，破除人类的谜被负面外星人所掩盖了这个谜，僵固顽固的人的过去的旧的思想全部打碎
所以我们这里有谈到这个时候弥勒之事啊，提到了当弥勒之事，弥勒的弥赛亚，弥勒就是谁？就是创世主啊。创世主这一次呢是以弥勒的身份出现了，所以这样，这个日本的日月神是冈本天明的日月神就讲到弥勒之事啊，人类的所有宗教的教义以什么？以戒律都将毫无意义。那个英国灵媒啊，帕克他有看到啊，在教宗过世的第二天，他就看到新教宗跪拜在东方圣人的面前，这是很正常哈，因为这个东方圣人其实是宇宙的源头，万教的源头。人类各宗教包含了4大宗教，你这个所有的老子、释迦牟尼、耶稣跟苏格拉底，他们都奉命，一定时间奉命下来挽救人类已经败坏的情形那传一些人跟神的一些信息他是奉创世主的命令下来的。那到今天各位还不知道，地球是创世主造的。整个三界，你佛教所观念的三界也是创世主造，为了这一次让宇宙的众神在人间历练。那这一次，因为200多年前外星人呢，负面外星人进来被一些神引进来，混乱。这次人类即将要得法，所以不要让人类那么容易就能得到宇宙根本大法。不让人类醒来，所以安排了200年前的工业革命，利用这些无神论去破除人本身的神性，人与神之间的连贯而且最严重的是中国大陆，它是引进一个宇宙的死亡之灵，它控制了整个中国大陆的邪党。以至于他怎样以杀戮为主，人类到今天，中国人到今天还不知道这个严重性。今天整个中国人因为泡在整个邪党的控制之下、洗脑之下、教育之下，从 SARS 那边到现在，其实已经死掉7亿人了，14亿人口已经死掉一半了。所以他们过去一胎化就杀百年红潮一路杀，创世主就做过了。这个以杀戮为主的中国人还不知道，还在拥护他。其实包含这个解放军，你是有人性的生命，有良知的生命，很简单，赶快崛起共产党，才能挽救整个中国人，剩下7亿人。为什么看到很多村庄很多地方都已经没有人了？我看事实上是这样的，超过大家想象了。这创世主直接点醒大家，已经死掉7亿人了。撒旦现在进来，其实他带了强大的力量，把人后面尾随了。除了9颗护卫舰呢，还有尾随进来4000多，也有看到1万多颗了。这个外星舰队一起来，事实上整个迎击太阳系的舰队已经超乎想象了。我们的史前星战之异色9日已经就有一张图告诉大家，那密密麻麻千万亿的外星舰队，因为宇宙爆炸了宇宙时空爆炸事实上被创世主给挡下来，所以很多不错的生命让它进来。当然更早的时候也有被引进一些负面外星人这旧的神呢，就是要来干扰这次正法，不让人类太容易觉醒那这一次呢，整个要做清场，9子离火也刚好这个有20年里面就来做最后的清场，然后维生国际我们在全球进行这个弘法的布局里面，也当然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来加入因为这个都是你自己的在创世主面前的发的事业这个不是假的事情。3S 拉的舰队也不是假的，已经进来了，
月球也不是假的，月球是真正的行星战舰，很多事情要来震慑跟震撼人类，重新开始，新纪元重新开始，破掉所有旧的思想观念，要重新开始，重新做人。围城有一个提议，就是我们的宗旨呢，正义、光明、善良。当然，创主主要的是以真善人，宇宙间的修真、修善、修人，去创造怎样？创造这个所有的生命啊，这宇宙的特性呢？那我们在人间正法中已经到人的这一层次，我们用人类听得懂的正义、光明、善良来衡量哪些生命可以留下来。希望大家能够赶快加入围城创造团队的这个团队里面围城的创世大法金团负责全球呢全球普渡，这个是创作者受记的那我们以创作者受记的这个弥勒之名华子弥勒之名呢，在全球普渡那我们用的是创世主的宇宙根本大法，创世大法。创世大法结圣言，洪恩浩荡，神入该。创主亲自点了这样的一首诗，里面特别关注到创世大法这件事情。也希望更多的同修能够赶快的去弘传创世主以来的天机不要再忧郁了，不要再做一个没出息的人了我们知道最近这个王世坚先生的名语名话就是没出息。被好多的朋友中国大陆全世界这样欢唱台湾也一样然后后来有同修看到那个，其实在叮咛这个创世主的这些弟子不要做一个没出息的人没出息的人赶快跟上。创世主传法已经33年了，真的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再混了没有多少时间。好，那我们今天讲的是创世主宏伟计划，主要就是讲这个三埃切拉斯舰队进来，他来注释正法，他要同化这位法所带的任务。后面进来的任务，其实就是要唤醒人类整个人类的大觉醒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那创世主宏伟计划里面，到今年的时候我们就介绍一个信息，就是全球性的神权秩序的救世主义，这个即将在全球打开就是会这样，会转化全世界的这些人为低能的这些政权其实整个社会、政治、经济、金融，所有人类的社会生活环境那包含医疗也好，许许多多通通会改变。为什么？因为要重新更新末法末节，人类已经败坏到要被神毁掉。现在把这批人类，整个人类救下来，就给人类一个新的环境、新的机会，重新再认识这个宇宙根本大法，知道自己的使命，知道自己的终极答案。好，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那我们围城最近也在募集股东全球战略股东，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好，那我们今天创世主宏伟计划就先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可以订阅，然后赶快去看看我们前面都讲过很多的天机，很多的秘密。好，那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